做完这些后，楚风手掌一翻，竟出现了数个乾坤袋，这全部都是申屠皇族之人的。别看楚风将很多人杀了，但却下手有分寸，不但在他们临死之前帮蛋蛋活活吸干了他们的本源，更是无形之中便剥夺取了他们的乾坤袋以及随身携带的宝物。这所有的一切，楚风都是在一瞬间完成的。这换做之前，楚风是做不到的，但是如今他可以，这也是楚风如今的强大之处。想不到这申屠皇族还真挺富有。查看了一下乾坤袋内的物品后，楚风也是满意的点了点头。可以说这申屠皇族真的很富有，尤其是那申屠浪，可是独自一人便携带了一个惊人的财富数字，光天珠就带了1万颗。要知道楚风当初掠夺了姬氏皇朝全部的财富，但若要全部兑换为天珠的话，也顶多10万颗多一些而已。可是这申屠浪竟然自己随身携带了1万颗天珠，要么他就是一个超级败家子，要么就是他申屠皇族真的财大气粗。楚风大哥，你可真有想法，你这是想用大粪活活淹死他？这一刻，江无伤飞了过来，看了眼下方已被楚风掩盖好的粪池，一脸坏笑地问道：“楚风师弟，这小子太嚣张了，竟敢对无伤弟弟动手，还想打苏柔、苏美姑娘的主意，就该好好惩治一下他，直接杀了他，太过便宜。”与此同时，张天翼也是满脸的解气，而对于二人的目光，楚风却微微一笑，随后说道：“不会淹死他，那结界可以保护他，不让他与大粪直接接触。楚风师弟，你这是何意？为何不直接用大粪淹死他？”“是啊，楚风大哥，你这么做是有何用意？难道说是准备活活饿死他？”对于楚风的话语，张天翼和江无伤表示不解，纷纷猜测楚风的用意。不，也不是饿死他。楚风微笑着摇了摇头：“楚风大哥，你究竟想怎么对付他？就别卖关子了，快告诉我。”江无伤实在迫不及待的想要知道答案。那结界能保护他，让他与大粪隔绝，但是他也不会饿死，因为我在结界上刻画了一种阵法，那阵法能够吸取外界的能量，强行灌输到他的体内，而刚好这种能量是能够维持他的生命的。至于那外界的能量，你们应该知道是什么吧？楚风满脸的坏笑。听得此话，张天翼与江无伤四目相对，满头雾水，但是很快的领悟了什么，一同问道：“莫非是大粪？”“没错，就是大粪。他无法挣脱，因为我的结界能束缚了他的力量，他也不会饿死，因为那阵法会日夜喂食他大粪所转化的能量，不管他愿不愿意，阵法都会将大粪转化为能量，灌输到他的体内，除非有一日大粪全部被他吸收光，否则他是不会死的。”楚风得意的笑道：“哈哈，楚风大哥，亏你想得出来，竟然强迫灌这申屠浪大粪。”江无伤笑得前俯后仰：“楚风师弟，我服了，你这招比我想的还损，估计这申屠浪现在想死的心都有了。”而张天翼的脸上竟然流露出了佩服。对于楚风三人的反应，苏柔和苏美则显得有些无语。虽然知道楚风是为他们出气，但是在这两个丫头看来，强迫喂一个人大粪，怎么想怎么觉得恶心。这导致本想大吃一顿的他们食欲全无，再加上这豪华客栈已没有人能为他们准备美食，所以楚风一行人便继续赶路。又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赶路，他们总算进入了四海书院的领土。这是一处由无数岛屿组成的陆地，别看是分分合合，但是论总面积可是比九州大陆还要大上几倍。而这样一大片土地全部都是四海书院的领地，最主要的是在这辽阔的土地之上，所有建筑都是四海书院名下，由此可见这四海书院有多大，乃是真正的大门大派。不过别看四海书院领土大，但是四海书院的弟子并不是很多。要知道在九州大陆的顶尖势力可都是有近千万人的，可据说四海书院这样有名的势力，所有长老和弟子全部加起来也不过几十万人而已，并且这其中大部分还都是长老。别看四海书院的人少，但四海书院的弟子皆可谓是人中之龙。就拿最简单的一点来说吧，想进入四海书院不限男女，甚至不限年龄，但是有一点必须在天武境。天武境全部都是天武境，几十万名天武境的强者，这才是真正的精英。天哪，竟然全部都是天武境的！这种在九州大陆被誉为顶尖强者的修武者，在这里竟然到处都是。此刻看着周围不断出现的人影，苏美的小脸之上满是惊讶，因为无论是她看到的老者也好，中年人也罢，甚至是少年，但是修为没有一个在玄武境，全部都是天武境的修为，并且数量之多，简直让他想不惊讶都难。别惊讶，这里可是东方海域，天武境并不算什么，在这里只有武君境才算是真正的强者，只有武王才是绝世强者，能踏入天武境的人太多了。江无伤解释道：“无伤弟弟说的对，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这里的灵气、元力、玄力，甚至是天力，比九州大陆都要浓郁不少，也难怪这里的修武者修为普遍不弱，并且抛开东方海域本土的人不谈，能够从东方陆地那辽阔的地带来到这里的人，修为可都是不弱，弱的也不敢来这片土地。尤其是这四海书院本身招收弟子就很严格，虽然他们不限年龄、不限出处、不限性别，但是想加入他们，最低标准就是天武境，哪怕是天武境也要经过考核测试，所以这里出现的全是天武境修武者，也不足为过。”楚风笑着解释道：“看来那句话说的还真对，我现在算是真正的知道什么是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了。而听到楚风和江无伤的话后，苏美释然了，并且脸上还涌现出一抹庆幸。依靠着火焰珠子，他的修为踏入了天武境。本以为自己已经很是了不起，毕竟在青州，天武境宛如神话一般。但是这一刻，他却知道，原来天武境根本不算什么。而他之所以庆幸，那就是因为他得到了火焰珠子的力量，否则他就是一辈子都不会有太大成就。在这东方海域之人眼中，如同垃圾一般的存在。四海书院的弟子可以享受到极好的待遇，因为在四海书院的领土中有专门的历练场地，也种植了大量的修炼资源，甚至每名弟子都有自己的领地，可以在自己的领地建造自己喜欢的建筑，做自己想做的所有事。而四海书院的领土如此之大，为了方便赶路，在这浩瀚的领土上，由戒灵师们建造了无数道传送阵，传送阵皆为紫袍戒灵师打造。有了这覆盖浩瀚领土的传送阵，其实要想到达哪里也就简单的多了，因为传送阵的速度可绝非赶路能够比拟的。此刻，在四海书院的中心地带，有着一座庞大而浩瀚的城池，这座城池能够容得下几十万人，是专门用来招待准备拜入四海书院之人的。在这浩瀚城池的中心，便有着无数道紫芒四溢的传送阵，在那传送阵光芒闪烁之间，数道身影从后走了出来，其中几位正是楚风等人。这四海书院果然不简单，竟然在如此领土布置了这么多道传送阵，用这传送阵来赶路的话，速度还真是非同寻常，简直可以说可怕。当经历过如此长途的传送，却只在短短片刻完成后，哪怕是楚风也感觉不可思议。虽然身为戒灵师，他也曾运用过传送阵的力量，但却还没试过这么远的传送，也深深的知道要完成这么远的传送有多么难。没什么可惊讶的，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传送阵，而是利用覆盖模式，借助多个传送阵的力量才实现的长途传送。这种传送阵虽然也能实现快速传送的效果，但却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在如此大的领土中建造这么多道传送阵，肯定动用了大量的紫袍戒灵师，并且没有个几百年都休想完成。可以说，如今你们所见到的这传送阵，乃是四海书院几代前辈的心血。但是要由黄袍戒灵师来布置的话，独自一人只需几年的时间便可完成；而若是仙袍戒灵师来布置，只要几日时间就能完成。并且他们布置的传送阵可要远远优于你所见到的传送阵。住在精神世界的淡淡解释道：“黄袍戒灵师、仙袍戒灵师，这就是在金袍之上的戒灵师。”楚风惊喜地问道，因为他知道金袍绝非戒灵师的终点，可是淡淡却一直不肯告诉他金袍之上是什么境界，说他修为不到，告诉他太多也没用。而现在，淡淡似乎打算告诉楚风了，金袍戒灵师之上乃是黄袍戒灵师，黄袍之上还有仙袍戒灵师。淡淡说道：“那么仙袍之上呢？仙袍之上还有没有更强的境界？”楚风追问道：“仙袍之上有，当然有，可是那种境界恐怕在那所谓的五之圣土都不存在，所以你还是不要多问了，因为那对你来说实在太过遥远。就拿黄袍戒灵师来说，除非天赋极其逆天，否则没有武王的修为休想踏入。就算是有武王的修为，若是没有一定的悟性，也无法踏入，因为黄级结界之力可不是紫色结界之力能够比拟的，二者可谓是天差地别。至于仙袍戒灵师，哪怕是武帝也未必能够踏入。这回你应该知道仙袍之上的境界有多难了吧？”淡淡笑嘻嘻地说道。听到这里，楚风也是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终于知道了戒灵意图的博大精深。武帝已是那么强大，那么武帝之上又会多么恐怖？楚风真是不敢想象。请问你们几位是想要拜入我四海书院门下的吗？而自传送阵中走出没多久，一名男子便满面笑意地飞了过来。这名男子年过中年，大概已有40多岁，在他那饱受沧桑的脸上刻上了成熟的外貌，而他的修为也是不弱，竟然有着天无五重的修为。但从修为来论，可以说比楚风等人都要强。最主要的是，他身上穿着的蓝色服饰，那2个黑色的四海大字，以及腰间挂着的令牌，已是说明了他的身份。他乃是四海书院的人。回禀这位师兄，我们的确是准备拜入四海书院的，听说这里能够容我等休息，所以便来到了这里。江无伤友善地回道。对待四海书院的弟子，他不敢不敬，尤其是一路走来，他们早已见识过了四海书院之人的傲慢和蛮不讲理，所以哪怕是江无伤面对一名四海书院的人，也是不敢怠慢。有，当然有，几位师弟师妹，随我来，我为你们安排一处最上等的场地休息。而令楚风等人意外的是，眼前这位不但没有丝毫的高傲态度，反而显得很是和善，这可令楚风等人吃了一惊。本来他们以为是眼前这位男子本性随和，所以才会如此与众不同，直到几个人不小心挡住了他们的去路，那名男子开口大骂之后，楚风等人才发现他们错了。原来这名男子只是对他们这么随和友善，对待其他人不但傲气十足，甚至凶恶无比，吓得许多人先是点头哈腰，随后落荒而逃。对于这一幕，楚风等人互相张望，皆是无言。后来他们才知道，为何男子对待他们这么友善。原来楚风等人是个例外。别看如今准备拜入四海书院的人足有数万，但实际上年龄都不小，真正年纪轻轻便踏入天武境的，那更是少之又少。而如同楚风他们这样的，
基本上都是能够通过考核的，甚至还可能在四海书院有着不错的前途。所以，哪怕是四海书院的弟子，也不愿得罪楚风等人，甚至还借着接待他们的关系，与楚风等人套关系，指望着若是楚风等人日后有所成就，也能提携一下他。毕竟他年纪这么大了，别看在外人眼中风光，但实际上在四海书院之内是很受气的。就这样，那名中年弟子为楚风等人安排了一处非常不错的住所，并且还为楚风等人配备了仆人。这仆人可不是四海书院的，乃是他自己的仆人。因为能够在四海书院内供养仆人的，只有四海书院的长老和弟子才行。于师兄，你这真是太客气了，我们并不需要仆人。江无伤满脸不好意思地说道。经过一路交谈，他们也知道了，这名中年男子姓于，叫做于鹤。你们一路劳顿，没人照顾怎么行？何况来者是客，到了我四海书院，端茶倒水的事，怎么能让你们亲自做呢？距离考核开始还有几日，何况考核是个很漫长的过程，这段时间有个人照顾你们，我也放心。若是有什么地方需要我帮忙，可以直接告诉仆人，叫他们通知我，我一定随叫随到。好了，时间不早了，你们早些休息吧。关于考核的具体时间，我会通知你们。于鹤一脸无所谓的笑了笑，随后便飘然离去。而对于这样的于鹤，楚风等人只是彼此互看一眼，随后释然的笑了笑，便欣然的接受了于鹤安排一切。因为他们知道，能够换来于鹤这样的尊重，那是因为他们具备这个实力。这一刻，江无伤、张天翼、苏柔和苏美都是信心倍增，越发觉得在这四海书院，他们将如鱼得水。几日之后，终于到了考核的时候。楚风虽然并不打算拜入四海书院，但还是陪苏柔、苏美、张天翼、江无伤去了，不因别的，只因为他不放心。而当楚风等人来到了考核的地方外，就真正的见识到了什么是壮观。那所谓的考核场，简直就是一座封闭的巨型堡垒，它的面积甚至堪比一座小型山脉。至于那些来参加考核的人，虽然年龄不等，但却真的全部都是天武境。当数万名天武境强者一同出现之际，这种场面真的只能用壮观来形容。楚风，你真的不与我们一同拜入四海书院吗？我真的不能和你一起走吗？考核场外，苏美用那清澈的美眸紧紧地凝视着楚风。其实她并不想拜入四海书院，而是很想一直跟着楚风的。但是楚风却劝他们留在四海书院。至于道理也很简单，就是不想他们与他共同面临危险。小美，听楚风的吧，有些事让他放手去做比较好。你跟在他的身边，会让他分心。可还不待楚风说话，苏柔便贴心地站了出来。但说出这番话的同时，她也看了楚风一眼，那美丽的眼眸之中同样有着些许不舍。去吧，我会经常回来看你们的。楚风笑着对二人挥了挥手。见状，苏柔与苏美也不再矫情，而是转身向那考核的入口走去。张天翼与江无伤也是跟了进去。楚风师弟，你怎么还在这里？这考核马上开始，再不进去可就来不及了。突然之间，一道声音在身后响起，回头观望，原来是于鹤。于鹤师兄，我只是陪他们来此而已，并未打算拜入四海书院。楚风笑着回道：你既然不打算拜入四海书院？听得楚风的话后，于鹤满面的吃惊，但是看到楚风那确定的模样后，却也不得不相信。随后一个劲的摇头道：可惜了一位人才啊。可就在这时，远处的天空突然出现几道流光，很快的那流光便掠到了考核场的上空，站在了半空之上。这一刻，楚风也是不由眼前一亮，因为他发现此刻站在天空之上的乃是9个人，9人之中2女7男，都是满头白发的老者，但却修为强横，那种强大的气息皆是远远超过了青龙道人。所以楚风断定这乃是9位武军强者，并且境界肯定都不低。快看，是天字10道。而当这10道身影出现之后，在四海书院的弟子之中便响起了阵阵惊呼之声，就连许多长老都流露出了惊叹的神情。至于那天空中的那9位，似乎也很享受众人这种反应，就犹如他们此刻站在口中等的就是这种惊呼一般。因为很快的，他们便身形一纵，跃入了那考场之中。直到他们进入了好一会，那沸腾的人群才渐渐平息下来。于师兄，这9位是什么来头？楚风好奇地问向了于鹤。楚风师弟，难道你连天字10岛都没听说过？于鹤很是惊讶地看着楚风，就如同在看一个惊奇动物。不瞒于师兄，我真没听说过。楚风略显尴尬地摇了摇头。他虽然知道四海书院很强，但却绝对强不过诛仙群岛。所以自从紫菱被带走后，楚风便放弃了加入四海书院的念头。因为四海书院无法与诛仙群岛抗衡，而对于四海书院的事情，自然也就不是很上心。来到这里后，一直闭门修炼，钻研寻脉之法，所以至今为止，对四海书院的了解还停留在江无伤等人的阐述之中。我就跟你讲讲吧。在我四海书院之中，长老负责处理四海书院的内事外政，负责传授弟子本事的乃是导师。导师分为3个级别，一种是人字号导师，一种是地字号导师。这2种导师会根据弟子考核的成绩而分配。不过除了这2种导师外，还有天字号导师。天字号导师实力强大，可谓是四海书院之中最强战力的一部分，在书院之中地位很高，但是却没有任何一名弟子能选择拜入他们的门下。也就是说，只有他们选弟子的份，却没有弟子能够选他们。最主要的是，这天字号导师在整个四海书院只有10位，并且他们只带1名弟子，
唯有他们的弟子离开四海书院后，才会重新选择新的弟子。而今年刚好是他们10位的弟子离开之时，也是他们重新选择弟子的时候。于鹤很是详细的讲述道：难怪就连四海书院的人也会这般惊呼，原来是书院中的大人物。不过于师兄，你说天字导师有10人，可是刚刚只有9人啊。楚风算了算，发现人数不对，便不由得表示质疑。还有一位没有来，那位啊，性格很怪异，能被他看上的弟子很少，可以说自从他当了天字号导师外，就从来没收过弟子，所以就更别指望他今年会来了。于鹤说道：竟然这么特立独行，那他这样做，四海书院就不管了？楚风很是诧异，做了导师却不指导弟子，这简直就是占着茅坑不拉屎一样。四海书院居然能容忍？而对于楚风的问题，于鹤则是呵呵一笑，随后凑在楚风耳边低声说道：当一个人强大到了一定的程度，他就可以搞例外。四海书院的考核很复杂，尤其是几万人一同进入，轮番下来，这需要足足几日的时间才能完成。而这段时间内，楚风便在休息之所继续钻研他的寻脉之法，同时也等待着张天翼4人考核的成绩。楚风！几日之后，沉寂了多日的休息之地突然被一道充满喜悦的声音打破。这一刻，楚风便知道这漫长的考核总算结束了。当楚风睁开双眼之际，只见自己的房门已被人推开，一道娇躯已是飞掠而入，眨眼之间便来到了他的身前，直接扑入了他的怀中。看着怀中的小美人，楚风呵呵一笑，因为这位正是苏美。看你这么开心，是通过了？何止通过呀，苏柔和苏美2个姑娘，这次可着实羡慕死我和天意大哥了。可还不待苏美回答，江无伤的声音便在门口响起。顺声望去，只见江无伤、张天意还有苏柔已是一同走了进来，3人脸上皆是挂着淡淡的笑意。尤其是苏柔这位妩媚而性感的成熟大美女，这样一笑，当真是迷死人不偿命。无伤弟弟，此话怎讲？楚风好奇地问道。这次考核，原来有天字石岛前去观摩。楚风大哥，你一定不知道天字石岛吧？这天字石岛可很了不起啊！这么和你说吧，在这四海书院之内，没有所谓的师尊，只有导师，导师才是传授我们本事的人。导师也是有等级之分，天字石岛就是这整座四海书院实力最强的10位天字号导师，地位超然，非常料的，能成为他们的弟子，那是所有人的心愿。因为只要成为他们的弟子，不仅将得到最优越的培养，还会得到极高的地位，就连许多长老和导师也会对其又恭又敬。而苏柔姑娘和苏美姑娘已经被2位天字号导师看中了，并且当场确定苏柔姑娘和苏美姑娘不用再参加任何考核和笔试，就是他们以后4年所专心培养的弟子。楚风大哥，你也别担心什么，这2位天字号导师都是女的，所以他们一定不是被苏柔姑娘和苏美姑娘的美貌所迷惑，而是看中了他们的潜力啊。江无伤以一种极其羡慕的语气讲述着，但是从他那满是笑容的脸上可以看出，他也是发自内心的为苏柔和苏美感到高兴。无伤弟弟，你就别在这装委屈了，你和张师兄不是也很厉害吗？也都得到了天字号导师的认可，只要能够在明日的对决之中取得胜利，就可以成为天字号导师的弟子了。苏柔在一旁说道。对决，这是怎么回事？听得对决2字，楚风顿时来了兴趣，赶忙追问起来。楚风，是这样的，张师兄和无伤弟弟也都分别被一位天字号导师看中了，不过那2位导师同时也看中了其他几位实力很不错的弟子，但是每名天字号导师只能教导1位弟子，所以无伤弟弟和张师兄要想跟随他们，就必须战胜其他弟子，取得最后的胜利才行。苏柔走到楚风身前，温柔地讲述道。竟然同时选中了多名弟子，这2位天字号导师也太不专一了。楚风笑着调侃道。所以才说苏柔姑娘和苏美姑娘很厉害吗？能不用参加争夺比试便被导师直接确定为弟子的，他们可以说是有史以来的第一个了。江无伤撇嘴说道。其实这也没什么，因为除了选择苏柔姑娘和苏美姑娘的2位导师外，其他导师都选择了很多弟子，大多都想来个淘汰制。张天翼笑着说道。不过楚风大哥，你也不用担心什么，我和天翼大哥已经仔细的看过与我们竞争的人，说实话压力有，但并不是很大。对了，楚风大哥，有趣的是，在分别与我和天翼大哥竞争的人中，竟然也有一对兄弟，并且他们都姓申屠，来自申屠皇族，想必与那申屠浪一定有着什么关系。江无伤满脸坏笑地说着，似乎是想报当日被申屠浪欺辱的仇一样。有关系也好，没关系也罢，总之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不管你们的对手是谁，你们都不要留情，越是让导师见识到你们的本领，对你们日后的发展越有好处，所以千万不要有所保留。楚风凝重地提醒道。放心吧，我和天翼大哥都不是那种喜欢给对手留面子的人，是吧，天翼大哥？江无伤得意地看了看张天翼，而对于江无伤的问题，张天翼则是抿嘴一笑，随后说道。必须的。这一刻，楚风等人都是开心地大笑起来，他们都很是高兴，毕竟若是张天翼、江无伤以及苏柔苏美真的能够拜入天字号导师的门下，那他们在这四海书院的地位，说是一步登天也不为过，在实力上将会突飞猛进，在地位上也会得到很多人的尊敬，真是恭喜恭喜啊！而就在这时，门外突然响起一阵兴奋无比的笑声。当这个笑声响起之后，楚风等人彼此互看一眼，脸上的笑意则是更浓了几分，因为他们没看到人，
也知道来者是谁，定然是于鹤。几位师弟师妹，真是恭喜啊！竟然全都拜入了天字号导师的门下，日后你们可要多多关照于我呀。果不其然，很快的于鹤便自门外走了进来，手中还拿着一些贺礼。不过在他的身后还跟着几名四海书院的弟子，一个个也都是满面的笑容，手上同样拿着价值不菲的贺礼。于鹤师兄，你这是做什么？见到这一幕，江无伤有些不解地问道：“江师弟，一点小小心意，不成敬意，你们千万要收下。”于鹤将手中的贺礼强行递给了江无伤。几位师弟师妹，这不过是我们的一点心意，你们一定收下，日后我们还要靠你们关照呢。紧随其后，于鹤身后的几位弟子也都是满面笑意的，拿着贺礼迎了上来。这一刻，江无伤有些为难，不知道是收还是不收，所以将目光看向了楚风和张天翼。无伤弟弟，收下吧，毕竟于鹤师兄对咱们很是照顾，以后你们相互关照也是应该的。楚风笑了笑，他这个人向来知恩图报，虽然于鹤一开始接触他们的目的就不纯正，但毕竟帮了他们，所以关照他一下也是应该。至于其他几个人，于鹤既然肯带着他们来，肯定与于鹤关系很好，让他们借于鹤的关系沾点便宜也无妨。听得楚风的话后，江无伤也不怠慢，而是一一接过了贺礼。谢谢楚风师弟，谢谢无伤师弟，谢谢谢谢。而令楚风等人无语的是，在江无伤把贺礼接下后，于鹤等人竟然对楚风等人不停的鞠躬道谢，这等不要尊严的拍马屁功夫，果然非同凡响。苏柔、苏美师妹、江无伤、张天翼师弟可是住在这里。可是刚刚接过于鹤等人的礼物，外面便传来一道颇为响亮但语气又很柔和的声音。原来又有人得知了苏柔、苏美等人拜入天字号导师门下的事，前来送礼，想套关系。不过对于这些人的礼物，江无伤等人可并没有接受，理由也很简单，吃人嘴短，拿人手短，不是他们不善于交际，只是与这种纯粹是想利用他们的人，实在没有什么交际的必要。你风光了，他们也许会对你百依百顺，为你做牛做马，但若有一日你不行了，他们不但会看你热闹，甚至会对你落井下石。这种人还是远离为妙。就这样，一连来了好几拨人之后，就连江无伤等人也受不了了，因为这些人死缠烂打，应付起来可不容易。但在楚风等人焦头烂额之际，于鹤等几人可是颇为得意。他们不是幸灾乐祸，而是因为楚风等人接受了他们的贺礼而感到高兴。毕竟他们在四海书院的地位不是很高，而刚刚前来送礼的可谓每个人的地位都比他们强。但就是这样一群人，却都被楚风等人一一拒之门外，而他们却受到了贵宾之礼，这实在是叫他们想不得意都难。第一次在这四海书院的同门之中找到了优越感。几位师弟师妹，如今你们名气实在太大，会有很多人来和你们套关系，这样等下去实在没完没了，恐怕你们今晚想安心睡觉都难。不如我带你们换个住处吧。不过得意之时，于鹤也不忘记为楚风等人解忧，主动的提议道：“于鹤师兄，能为我们找到僻静的地方休息，不再被人打扰？”江无伤颇感疑惑，他们住在这里，那些人都能够查到，难道换个住处就查不到了？这很简单，你们住在这里是有登记资料的，想找到你们当然容易，但你们若是到我的领地居住，他们自然就查不到了。于鹤解释道：“这样会不会不太方便？”楚风问道：“其实他主要是担心于鹤这样做会得罪很多人，怕为他引来不必要的麻烦。放心吧，我的领地虽然不是很大，但也不小，山川湖泊都有，就别提空着的房屋了。那里的环境比这里可好多了，你们就放心的跟我走吧。”于鹤拍着胸脯保证道。见状，楚风等人也不再犹豫，而是简单的收拾了一下，便跟随着于鹤离开。可是刚刚还没走到传送阵，便发现不断有人从空中飞掠而过，前往了这座浩瀚城市的中心地带，并且在这些人的脸上还带着些许兴奋与期待，似是有着什么好事一般。于鹤师兄，这些人做什么去了？楚风好奇地问道。每年的这个时候，在城市的中心都会搞场拍卖会，只要宝贝枪手就能换得一个不错的价钱。当然了，因为这拍卖会是我四海书院搞的，所以会从中提取一些手续费。楚风师弟，你们有什么东西想去拍卖吗？如果有的话，可以以2位师妹的身份拍卖，凭借他们如今的地位，是可以不收取任何手续费的。于鹤解释道。因为这里的人来自五湖四海，所以每年都会有一些奇珍异宝被拿出来拍卖，甚至有些人来到这里并不是为了加入我四海书院，而是为了拍卖他手头的宝贝。你们若是有兴趣的话，过去看看也无妨，因为这每年一次的拍卖会也算是一场难得的盛事，就连四海书院的许多弟子和长老也会去凑凑热闹。与此同时，与于鹤一同前来的弟子也是开口说道，看来他对这拍卖会倒也很感兴趣。楚风，既然这拍卖会这么有趣，我们去看看吧，反正天色还早，不如去凑凑热闹，如何？听得此话，苏美顿时来了兴趣，拽着楚风的胳膊开始摇晃起来。也好，我正好有一些东西想要拍卖掉，就有劳于鹤师兄了。楚风微笑道。当初在姬氏皇族，除了修炼资源，他可是得到不少价值不菲的宝贝，那可是姬氏皇朝数千年积累下来的财富。本来他是想用那些宝贝和姜氏老祖和青龙道人换取他们在另外2座皇族掠夺来的修炼资源的，但是姜氏老祖和青龙道人虽然给了楚风修炼资源，但是却没有收取楚风的宝物，那些宝物如今都在楚风身上，并且留着也没有什么大用，楚风还不如直接变卖成修炼资源，自己留一些应急，也给苏柔苏美
张天翼将无伤留一部分，以备不时之需。决定之后，楚风一行人便来到了拍卖会场地。这是一座巨型广场，广场之中人山人海，而广场内部也有着上百座拍卖台，分别拍卖着不同的宝物。可以说，每个买卖台都围着一大群人，不断的叫价抢拍，场面很是火爆。但唯独广场中心一座最大最豪华的拍卖台上空空如也。虽说这座拍卖台之上根本没有拍卖任何物品，但是拍卖台外却早已坐满了人，并且满脸的期待。那是拍卖会的压轴拍卖台，要天黑之后才会开始。能上这个拍卖台的，不是价值不菲的宝物，就是奇特而少见的一品。每年都会出现一些少见的好东西，所以也是人们最为期待的。于鹤为楚风等人解释道：“于鹤师兄，如果可以的话，这里的东西帮我全部卖掉，最好是能全部换成天珠。”楚风将一个乾坤袋递给了于鹤，那里面全部是在姬氏皇族掠夺来的宝物。因为四海书院是为拍卖场配备了专业的估价长老的，再加上苏柔苏美已然成为了天字号导师的弟子，所以楚风也不怕于鹤敢骗他，因为谅他也没这个胆子。楚风师弟，你这……而当于鹤接过楚风的乾坤袋，查探一下之后，那本是平静的脸上却顿时涌现出了震惊之色，因为那其中的宝物可谓琳琅满目，甚至还有数把骑兵，光认主骑兵就有3把，这可真是想让他想不吃惊都难。于鹤师兄，有什么问题吗？楚风笑着问道。没问题，没问题，我一定会给你拍个好价钱，你等等我这就拿去帮你拍卖掉。于鹤赶忙点头应答，第一时间便向一座拍卖台飞掠了过去。本来楚风等人的天赋就让他觉得不简单，而楚风又随随便便拿出这么多宝物让他拍卖，他更是觉得楚风等人的来路了不得，所以下定决心一定要与楚风等人交好关系，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于鹤，你这穷小子来这干嘛？难道你也有宝物要来拍卖吗？负责拍卖会的一名估价长老看到于鹤后，表现出了一种不屑和讽刺的神态，因为他认识于鹤，也知道于鹤是一个平庸无能的弟子，所以打心眼里他就看不起于鹤。不是我要拍卖，我是替那几位师弟师妹拍卖。换作往常，于鹤一定是谦卑的跟这位长老打招呼，但如今他却没有，反而很是从容的指向了天空之上的楚风等人。对于于鹤一反常态的表现，这位估价长老颇感意外，随后便顺着于鹤所指的方向看了过去。而当他看到楚风之时，不由眼前一亮，因为楚风的年纪加上天武3重的修为，哪怕在四海书院也绝对可以算是天才。可是当他看到张天翼、江无伤还有苏柔与苏美之后，脸上更是涌现出了吃惊之色。因为他是长老的原因，所以对考核弟子的资料是有权过目的。为了避免得罪一些优秀弟子，他曾特意看过这次考核成绩优秀的弟子资料，所以他自然认识张天翼、江无伤还有苏柔、苏美4人。苏柔和苏美已经被确定为天字号导师的弟子，张天翼和江无伤虽然还没确定，但是以他们的实力，还是完全有机会成为天字号导师的弟子的。10名天字号导师，只有9名肯教导弟子，而这9个名额，如今眼前就出现了4个，并且除了这4个外，那个楚风的修为也很不简单。再看看他们5人那亲密的模样，这位长老想都不用想，便知道他们是一起的，一群天才啊！于鹤，你竟然与他们结识了！这一刻，估价长老再度看向于鹤的目光中，已是充满了意外，不但没有了先前的不屑，反而多了一抹敬畏，同时也有吃惊和不解。他想不通，这样的天才本该极其高傲，就凭于鹤这样的人，怎么能和这样的天才攀上关系？那是当然，我与这几位师弟师妹关系好着呢，先前无数人来送他们贺礼，都被他们拒之门外，但唯独与我交好，简直拿我当亲大哥一样对待，不然也不会拿这么贵重的东西让我帮他们拍卖了。看到长老对自己态度的前后反差，于鹤更显得意，说话之间竟将楚风给他的乾坤袋直接丢向了这位估价长老。而当长老查探过长老其中的宝物后，也是不由面容一变，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虽然他见过的宝物很多，但是却少有人一口气拿出这么多宝物，这么多的宝物可不是平常人能够拥有的。长老，你应该知道我这几位师弟师妹的身份，所以最好给他们拍个好价钱，另外手续费也不要收了吧。对了，全都兑换成天珠，只要天珠。于鹤嘱咐道，他们如今已算是我四海书院的人，手续费自然不用收，另外他的这些东西都是抢手货，所以你放心，卖个好价钱绝对不难，兑换天珠也不难。不过等拍卖会之后，还要帮我跟他们几个说说好话呀。这位估价长老殷勤的笑道，哪怕他是长老，但在导师的面前，他的地位并不高，尤其是他这种负责杂事的长老，对于他来说，天字号导师的弟子也是地位极高的大人物。于鹤很是随意的笑了笑，但是心里却充满了激动与兴奋，因为他知道从今天起于鹤将翻身了，不再是一个被人看不起的人，会有很多人孝敬他，和他攀关系，不为别的，只因为他运气好，结识了楚风这么几个天才。之后楚风等人便在这拍卖会四处转了转，看到苏柔和苏美喜欢的小玩意，楚风也会毫不吝啬的给他们买下，使得这2个丫头开心的不得了。尤其是苏美，更是大庭广众之下被楚风献吻，这可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和羡慕。毕竟苏柔和苏美无论在哪里都是能够吸引眼球的美女，而楚风竟然有一个妩媚性感、一个清纯可人的2个类型完全不同的美女相伴，自然羡煞旁人。时间流逝，眨眼间天色已黑，拍
拍卖会也到了最终的压轴阶段，因为苏柔、苏美如今的特殊身份，于鹤也是帮他们争取来了几个距离压轴拍卖台很近的座位。楚风师弟，你的那些宝贝简直是供不应求，已经全部卖光了。刚刚坐下没多久，转了一圈的于鹤走了过来，他的脸上满是喜悦之色，并且手中还提着一个高品质的乾坤袋。楚风师弟，你的那些东西已经全部卖光。刚刚坐下没多久，转了一圈的于鹤走了过来，他的脸上满是喜悦之色，并且手中还提着一个高品质的乾坤袋。有劳于鹤师兄了。楚风顺手接过乾坤袋，可是这一查探却是不由面容大变，因为他惊愕地发现，这乾坤袋竟然装着足足15万颗天珠。虽然他的那些宝物价值不菲，但是按楚风预料，卖上几万颗天珠已经是非常难得，如今竟然买了足足15万颗，这可大大超出了他的预料之外。楚风师弟，也不知道你在哪里弄来这么多宝物，虽然很多都是生活用品，但却是年代久远，甚至有几千年的历史，这样的宝物简直是供不应求啊！就在楚风疑惑的时候，于鹤笑着说道。而听到于鹤的话后，楚风大概明白了一些。东方海域不比东方陆地，这里的连武王境都有，别说天珠了，恐怕五珠都有。这里最不缺的应该就是修炼资源。但是姬氏皇族毕竟传承了那么多年，他们积累下来的宝物在这里卖得好，也在情理之中。这不是苏柔师妹和苏美师妹吗？原来你和这两个土包子认识。可就在这时，一个尖酸的声音便在身后响起。回头观望，只见一群人正向他们走来，为首的是2名青年男子，他们都有着天武4重的修为，并且穿着与申屠浪一样的皇族服饰，所以楚风只看一眼就知道他们是谁，定然是要与张天翼和江无伤争夺机会的2位申屠皇族的人。楚风大哥，他们2个叫申屠江和申屠海，应该与那申屠浪是兄弟。果不其然，江无伤的传音证实了楚风的猜测是对的。而在申屠江与申体环的身后，还跟着几名四海书院的弟子。显然这些人与于鹤一样，是知道这2位申屠皇族的人可能要成为天字号导师的弟子，所以才与他们套近乎的。不然以堂堂四海书院的弟子，怎么会如小弟一般跟着还没真正成为四海书院弟子的人？楚风淡淡的扫视这些人后，冷声说道：谁家养的2条狗不好好拴住，放出来乱吼乱叫？妈的，你是谁，竟敢这么对申屠师弟说话？然而还不待申屠皇族的2位开口，他身后的几名四海书院的中年弟子便指着楚风大吼起来：他是我未来的夫婿，你们有意见吗？而就在这时，苏柔开口了，绝美的脸上布满了不悦之色，那双美丽的眼眸此刻如同无形的刀刃一般，散发着森森寒光，可见她是真的怒了。什么？苏柔师妹，他是你的未来夫婿？听得此话，众人是又惊又恐，惊是吃惊，苏柔这样优秀的女子竟然有夫婿，这将让多少惦记着苏柔的男弟子伤心欲绝啊！而他们恐的是，苏柔真的是怒了，他们能够感受到苏柔的杀机，虽然以他们的修为根本不怕苏柔，但是以苏柔如今的身份，他们却是不敢不怕。他不只是姐姐的未来夫婿，还是我的未来夫婿，所以你们说话最好客气点，不然我会向端木导师禀报，有人对我不敬，你们定然会吃不了兜着走。就在这时，苏梅也是凌厉的开口了，而她口中的端木导师便是收他为弟子的天字号导师。这一刻，这些人彻底傻眼了，什么情况？这小子究竟是什么来头？收一个苏柔大美女也就算了，竟然连苏梅小美女也被他收了。他这居然是收了一对姐妹花，并且这对姐妹花还一副心甘情愿、死心塌地、非他不嫁的模样，这可着实让人们有些难以接受。就如亿万斤的大锤砸在了他们的脑袋上一样，将他们脑袋砸得嗡嗡作响。尤其是苏美那句禀告端木导师，更是将很多人吓得不敢言语了。因为这件事非同小可，若是端木导师责罚下来，别说是他们，就连他们的导师也要受到责罚。那时候他们可真就要倒大霉了。未来夫婿嘛，又不是真的成为了你们的夫婿，何必如此拥护？就是2位师妹，这四海书院优秀的人多的是，他不过是天武3重的修为，也值得你们托付终身吗？依我看，还不如跟我们2个算了。在很多人都胆怯的时候，申屠江与申屠海2个兄弟却是故意挑逗起来，毕竟他们2个也是被天字号导师选中的人，并且有着极大的信心，能够最终成为天字号导师的唯一弟子，所以自然不怕苏柔与苏美。你们是想死吗？这一刻，楚风怒了，话音之中杀机尽显，竟然有人敢在自己的面前公然调戏自己的未婚妻，楚风是真的动了杀意。楚风见状，张天翼赶忙凑上前来，用力地拍了一下楚风的肩膀，示意楚风不要乱来，因为他太了解楚风了。楚风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绝对知道这种环境下不可以随便动手，但他也知道楚风是一个很有血性的人，这种血性若是彻底燃烧起来，楚风便会不计后果的去做一些疯狂的事，所以他真的很怕，害怕楚风在这里大开杀戒，因为以楚风的修为，绝对可以轻易抹杀申屠江与申屠海。但问题是，楚风根本没有拜入四海书院，他属于四海书院之外的人，而申屠江与申屠海已经拜入四海书院，算是半个四海书院的人。楚风如是杀了他们2人，那简直就是在打四海书院的脸。四海书院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放过楚风的，所以他不能让楚风在这里动手。申屠江、申屠海，你们是想找事吗？找事冲我来，我江无伤随时奉陪。江无伤也怒了，他蹭的一下站起身来，对着申屠江与申屠海大声喝道，声音之响亮，
几乎整座广场的人都听见了，无数道目光向他们的方向看来。这些目光不仅是外来者，有很多是四海书院的弟子，甚至还有四海书院的一些长老和导师。你以为我怕你？我不过是不想在这里和你动手罢了。面对众人，甚至长老和导师的目光，申屠江也是不敢太过张狂，而是指着江无伤说道：“等着吧，小子，等到明天，看我怎么收拾你。”说完这狠话句话，他们大袖一挥，便向不远处的座位走去，最终坐了下来。放心吧，楚风大哥，看明天我和天意大哥怎么帮你教训这两个狗杂种。在申屠江与申屠海离开后，江无伤信誓旦旦地说道。然而对于江无伤的话，楚风只是微微一笑，便示意众人坐下来，不再理会申屠江与申屠海二人。虽然楚风表面装作没什么事，但是在他那最后扫向二人的目光之中，却是闪现出了浓郁的杀机。敢当面调戏自己的女人，楚风可绝对不会只是教训他们一顿这么简单。楚风会杀了他们，只要有机会，一定会杀了他们。虽说楚风等人这边的动静引起了全场人的注意，不过当这压轴拍卖台上的一位拍卖长老登台之后，所有人的目光便都被那压轴拍卖台吸引了过去。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今天的好戏终于要上场了，诸位久等了。今日的拍卖会可着实收到了不少宝贝。今日开场的这第一件，相信在场的诸位就一定有不少人会感兴趣。这位长老说话之间，身后有2名年轻而美丽的女子将一辆精致的小车推上了拍卖台。这2名女子修为不是很高，显然不是这四海书院的人，应该是这位长老或是某位弟子的侍女。而他们推上来的小车也很是讲究，那上面摆放的应该是准备拍卖的宝贝。不过小车之上有一层银光闪闪的布帘遮盖，这布帘可不是普通的布帘，被加持了结界阵法，所以哪怕是界灵师也无法通过精神力去查探布帘下的宝贝究竟为何物。这也就增加了拍卖宝贝的神秘感以及观众的期待度。老者大袖一挥，2名美丽女子便将银光布帘掀开。这时一把长有3寸却萦绕5种光华的精致匕首便出现在了众人的视线之中。采光笔乃是500年前诛仙群岛的青仙柔前辈所亲自打造的认主奇兵，也是他有生以来打造的唯一一件奇兵，起拍价5000颗天珠。拍卖长老高声喝道：“5000！这么一个认主奇兵，居然卖5000颗天珠！”楚风有些吃惊，这件采光笔品质的确不错，不过与他的修罗鬼斧还没得比，最多也就是与在申屠浪那里夺来的2件认主奇兵一样罢了。虽说在认主奇兵之中也算是品质不错的，但是起拍价就5000天珠，未免有些太高了些。9000我要了。然而当有人不断抢拍价格，甚至有一位叫价到9000天珠后，楚风顿悟了，这东方海域的人是真不差钱啊！也难怪那些他自击是皇族掠夺而来，可在他眼中却根本没有什么用处的东西，都能够卖到15万颗天珠。在此之后，陆续有各种宝贝登场，价格也是各有不同，但是却没有一样能让楚风为之心动。直到另外一把骑兵登场后，却引起了楚风的兴趣，那是一把扇子骑兵，连认主骑兵都不是，只是一把普通的扇子骑兵，但是它特殊就特殊在上面绘制了一个地图，据说那是一个藏宝图，不过又因为具体路线太过模糊，所以无法断定是真是假。楚风之所以感兴趣，不是对这把扇子骑兵，而是因为申屠江对这把骑兵很感兴趣。5000天珠！申屠江高声喝道：“这把扇子骑兵并非认主的，虽然上面的确有着一个地图，但是因为有些模糊，无法确定具体位置，所以与他抢拍的人很少。起拍价不过3000，他有信心在5000拿下。6000！”可就在这时，楚风却是不痛不痒地喊出了这个数字。见状，申屠江眉头微皱，狠狠地瞪了楚风一眼，但也没有多说什么，而是再次说道：“7000天珠！”8000！楚风继续叫价。这一刻，申屠江脸上的怒色顿时增加，因为他能看出来，楚风是在与他抬杠，可也不敢确定楚风是不是与他一样，想拼拼运气，盼望这把骑兵的地图真的是藏宝图，并且能从中得到一些机缘。但不管怎样，他都不会轻易放弃。于是看了一眼身旁的申屠海，在申屠海对其点头后，申屠江不由得咬了咬牙，似是下了狠心一般，这才大声喝道：“1万天珠！1万天珠！这把骑兵也值1万天珠，不过是一把普普通通的骑兵，连认主骑兵都不是，与之前那高品质的采光笔完全不是一个等级。唯一特殊的地方，那就是因为刻画着一张图，但是那张图那么模糊，根本无法确定那是一个藏宝图还是一个地图，根本就不值这个价钱啊！别说1万了，这件骑兵最多只值3000天珠，一看就是东方陆地来的人，只有那里的人才奢望着靠这样的东西得到某种奇遇，但却不知道在东方海域，如同这样的骑兵数不胜数，甚至很多人故意在一件普通的骑兵上刻画一些模糊的地图，以此来抬高价钱，但实际上根本就是骗人的。没办法，天底下总是有这么一些人，喜欢做着白日梦，专干贪小便宜吃大亏的事，他们自己愿意做冤大头，又能怪得了谁？听得申屠江说出这个数字后，人群之中顿时传来阵阵惊呼，甚至有人开始数落起申屠浪的行为。而这一刻，申屠江则是恍然大悟，终于知道为什么这个可能带有某种机缘的骑兵没有人抢拍了。原来在东方海域，这种东西都是用来骗人的。不过他也不是简单角色，在意识到不妙后，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慌张，而是装出一副高傲和很屌的神情，看向了楚风。
甚至还对楚风做了一个挑衅的手势。他是在暗示楚风是个穷鬼，不配和他叫价，想以此来激怒楚风，让继续叫价，他好全身而退。然而楚风岂会看不出他的这种小伎俩，所以根本看都不看他一眼，而是与苏柔苏美有说有笑的聊起天来，不再加价，我日你祖宗！这一刻，申屠江嘴角一阵抽搐，忍不住在心底大骂一声，因为他知道他是被那楚风给玩了，那货显然没有要买那骑兵的打算，就是故意抬价来坑他的。还有比1万天珠更高价格的吗？1万1次，1万2次，1万3次，这把骑兵宝扇属于这位少侠了。锤音落定，申屠将满脑门子的黑线，因为他知道他花1万天珠买了一把普普通通的骑兵，这次的冤大头可真是做到家了。尤其是他看到楚风等人拍手鼓掌那种幸灾乐祸的模样后，他更是气得咬牙切齿，但也不能多说什么，只能强忍下来，默默地吃了这个哑巴亏。好了，之前的物品有的来历不凡，有的制作精良，但不管怎样都是修武者和戒灵师打造的宝贝。接下来我们就拍卖一些非人为而造，乃是天地形成的奇物。老者拍了拍手，2名美丽女子又推上了精致的拍卖车，而当那布帘掀开之后，是一个西瓜大小却如棉花一般散发着淡淡光滑的物体。这是一个天地奇物，蕴含着浓郁的天力。当这件宝物出现之后，几乎所有人都是眼前一亮，来了兴趣，因为这可是一个修炼至宝，修炼起来比天珠还要用得多的宝贝，可以说是天武境的高手用来突破的圣物。此乃天地奇物，银光蚕丝，蕴含的天力堪比1万颗天珠，但是吸收效果极好，远非天珠可比。再到突破之时，将它炼化，将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起拍价10万天珠，拍卖长老高声说道：“10万天珠这么贵，与1万颗天珠一样的天力，竟然卖10万颗天珠！”听得此话，张天翼、江无伤等人皆是感觉不可思议。这的确是个宝贝，对于常人来说，比天珠的价格要高，10万颗天珠的价格绝对值。不过对我来说却没有太大作用。楚风摇了摇头，他觉得这银光蚕丝的确是个宝贝，因为常人炼化天珠等修炼资源只能吸收一部分，这也是为何有些天地奇物更为值钱的原因。那是因为有些天地奇物所蕴含的力量能够让普通修武者更好的吸收。但是楚风之所以摇头，那是因为楚风与常人不同，哪怕是天珠，他也能够将其中的力量全部吸收。所以对于楚风来说，这种特殊的天地奇物和天珠根本没有区别。11万、12万、13万、15万、20万，在一轮竞价之后，竟然有人从底价10万提到了20万，而最终这所谓的银光蚕丝也是以20万的惊人价格被人拍下。那是一位年迈的老者，看那模样起码有100多岁的高龄，他的修为也很强，竟是天武9重。他应该是想用着银光蚕丝进行最后的突破，若是成功便可增强修为，延长寿命，若是失败，那他也没有几年活头，留着那些天珠也没有任何作用。就这么一团银光蚕丝，竟真的卖出了20万的价格，这是我江氏皇族积累数千年资产的1倍啊！江无伤惊得张大了嘴巴，感觉是如此的不可思议。哈哈，无伤弟弟，别忘了这里是东方海域，强者多，有钱人更多，何况这里的修炼资源本就多，这里的天珠比九州大陆可要廉价得多。楚风拍了拍江无伤的肩膀，这也是他刚刚领悟到的东西。在这银光蚕丝之后，陆续又有不少天地奇物被拿上拍卖台，并且都是很少见的修炼至宝，只不过价格却一个比一个贵重，甚至有一件天地奇物被卖出了100万颗天珠的高价，这个价格几乎震动了在场的所有人。而拍下这件天地奇物的人是一名青年男子，他衣着华丽，气宇轩昂，年龄与张天翼相仿，但修为竟然还要在张天翼之上，乃是天武5重的高手。这位也是准备拜入四海书院的人，并且已经被一位天字号导师选中，他叫朱达业，是一位真正的天才，并且来头也很大，来自东方海域的一座豪门望族，他的爷爷和父亲都是武军境的强者。接下来这一件宝贝很特殊，它的稀少度可以说远在之前的宝贝之上，它蕴含的力量也绝非那些宝贝可比。按理来说，它的价格应该价值数百万天珠，不过可惜它所蕴含的力量全偏偏无法炼化，所以注定它无法在修炼上起到作用，但却绝对是用来收藏的佳品。至于它的名字，相信在座的一定听过，它便是在地底深处传说中的岩浆之子。在拍卖老者的介绍下，一个如出生婴儿大小的物体出现在了拍卖车上。当此物出现之后，所有人都是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眼中涌现出了激动的神色，甚至有些人还有些恐惧，因为它真的与婴儿一模一样，简直就是一个沉睡的婴儿。只不过它却绝非婴儿，因为它浑身上下的肌肤如同岩浆一般火热滚烫，准确的来说，它就是岩浆。这是什么？竟然蕴含如此狂暴的天地之力！这一刻，楚风猛然站起身来，双眼简直光芒四射，激动无比，因为他发现这所谓的岩浆之子蕴含的天地之力非常浓郁，简直比他之前见到的结界精华还要强横得多。若是将它炼化，楚风绝对可以再度突破。这是岩浆之子，传说是一种生存在地底深处的远古生物，它们由天地所生，经过足足1000年的凝聚才能成型。不过当在火山爆发之时，
却有可能将他们从地底深处冲到陆地之上。而若是在成型之前离开岩浆，他们便会死去。看这个岩浆之子的样子，应该也凝聚了近千年之久，马上就将具有自己的灵智了。不过可惜，如今已经死去，再也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岩浆之子了。于鹤解释道：“岩浆之子，天下间真的有这种生物？”听于鹤说的，神乎其神。江无伤等人都表示怀疑，这是真的。根据历史记载，在万年之前，东方海域就曾出现过一只大成的岩浆之子。当时他大开杀戒，却又无人能敌，哪怕东方海域所有顶尖高手联合，也不是他的对手。那时的东方海域当真是生灵涂炭，化作尸山血海，他完全可以凭借一己之力将整座东方海域毁灭。于鹤凝重地讲道：“这东西竟然这么厉害，但东方海域如今健在，这说明他并没有将东方海域毁掉，莫非是他自己离开了？”江无伤好奇地问道：“自己离开？怎么可能？他嗜血成性，根本没有任何情感，杀伐就是他的乐趣，又怎会主动离开，放过东方海域的生灵？”于鹤摇了摇头：“那究竟是怎么回事？”楚风等人都被吊起了胃口，迫不及待地追问道：“是被人击败了？”一位不知名的隐士高手突然出世，他以毁天灭地之威，将那岩浆之子击退，逼回到地底深处，并封锁住那链接地底的入口，这才保住了东方海域。于鹤讲述道：“竟然这么厉害，那人是谁？竟有如此实力？”江无伤继续追问道。与此同时，楚风等人都紧紧地盯着于鹤，想要知道是谁拯救了这东方海域。没人知道他是谁，也没人知道他叫什么。据说他不过是一个气宇非凡的青年，但却强大到连那恐怖的岩浆之子能无法与他抗衡。如果没有猜错，他应该是一位5D级的强者，并且在他的身边还跟着4只标志性的强大神兽，一只是青龙，一只是火凤，一只是白虎，一只是玄武。4只神兽强大无比，如宠物一般，伴随男子同行。于鹤认真地讲述道。与此同时，在其脸上还挂满了崇拜之情。而听得此话，楚风顿时神情大变，脸上涌现出意外之色。与此同时，江无伤、张天翼、苏柔和苏美也同样如此。因为听到这里，他们已经大概猜到了那男子是谁。那男子很有可能就是九州大陆青州境内那恐怖地藏的主人，万年前名震九州大陆的超级强者清玄天。毕竟那4只独特的神兽实在太过明显，显然就是清玄天所创的4种秘技，再加上万年之前的这个时间，可以说一切都与清玄天吻合。不过他们想不到的是，清玄天的事迹原来在东方海域也有记载，甚至是拯救过东方海域的英雄级人物。虽然已然猜到了于鹤口中的强者就是清玄天，但是楚风他们却并没有多说什么。毕竟如今清玄天的秘技有3种在楚风身上，若是这种事传出去，很可能会让楚风招来杀身大祸。毕竟在万年之前击退岩浆之子，拥有毁天灭地只能的绝世强者之传承秘籍，这实在是太具诱惑力了。若是被人知道，定然有很多人想来夺取来自地底深处的可怕生物，由天地凝聚而成的岩浆之子。起拍价1000颗天珠。拍卖长老高声说道：“1000颗天珠，这东西来头这么大，竟然卖这么便宜！”江无伤等人皆是感到不解，太贵了，这个价格实在太贵了，不可能卖出去。然而就在江无伤等人吃惊之时，于鹤却是摇了摇头：“太贵了，于鹤师兄，你这是何意？难道你是说这岩浆之子连1000颗天珠都不值？”江无伤不解地问道。这岩浆之子来头的确很大，并且稀少得很，可是奈何它只能起到观赏作用，只能用来收藏。可是万年之前，岩浆之子差点毁灭了东方海域，所以很多人视它为不祥之物。谁会收藏一件不祥之物？大多数人就算购买它，也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将它封印，以此来驱除不祥之感。1000颗天珠的价格很贵，按理来说，这岩浆之子最多也就值100天珠而已。于鹤很是了解地讲解道。对于于鹤的话，楚风等人起初还半信半疑，但是当1000天珠的起拍价喊出后，竟然真的没有人叫价，甚至还有很多人咒骂之后，楚风他们却不得不信。长老，这岩浆之子乃是不祥之物，理当摧毁，岂能珍藏？这东西我不知道是谁的，但是1000颗天珠实在不值，我愿出200颗天珠将它买下，将其封印，以此来驱除不祥征兆。不知那变卖之人可否愿意？就在这时，一名中年男子高声说道，说话之间还将目光扫向四周，似是在寻找这岩浆之子的主人。他是一名四海书院的弟子，实力和地位都是不错，所以他才敢这么说话。这一刻，拍卖长老更为难了。拍卖会是禁止透露出宝贝持有者身份的，况且这是持有者自己定的起拍价，换作是普通的持有者，以他的身份倒是可以根据一些规则改变起拍价，但是奈何这件物品的拍卖者可是身份特殊，哪怕是他也不敢擅自改价。事实上，就连他也知道这岩浆之子是不祥之物，远远不值1000颗天珠的价格。按理来说，他根本不会将这种东西拿到压轴拍卖台上拍卖，因为这只会引起人们的不满。可是奈何这位拍卖者太过强硬，他根本不敢反驳，只能拿出来拍卖，甚至还以不合乎常理的超高价格进行拍卖。这位长老，岩浆之子，1000天珠，我要了。就在这时，楚风开口了，竟然还真的有人
肯花1000颗天珠买这种东西。而楚风这一开口，则是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因为几乎所有人都觉得这种东西根本就不值1000颗天珠，就算它再稀少、再特殊，但是也绝对不值1000颗天珠。这位小友，你确定要买这岩浆之子？事实上，就连拍卖长老也是颇感意外，因为他也知道这岩浆之子不值1000颗天珠，所以根本就没打算将这岩浆之子拍卖出去。长老，我要了。楚风很是确定的点了点头。好，若是没有人出更高的价格，那这岩浆之子就归这位小友了。这一刻，拍卖长老面容转细，赶忙高声说道：“有病，傻逼，竟然花这种价钱买这种东西，真是脑袋有泡。”当楚风确定之后，周围竟然传来一些窃窃私语的咒骂声。不过对于他人的咒骂，楚风却是淡然一笑。这岩浆之子或者在他们眼中是不祥之物，但是在楚风眼中简直如同无价之宝。一个无价之宝竟只用区1000颗天珠便搞定，谁都不知道楚风有多喜悦，他有多高兴，因为他这才是真正的捡了一个天大的便宜。